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都会上片的《Highlight 荧光笔工作室》。我们都知道呢，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都很爱跟一些外国的朋友说一下什么华人下南洋的历史，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当年的老祖宗华人多么的辛苦来到南洋，你知道吗？很早之前呢，郑和还是带着一大票的华人呢来到马六甲呢，跟这个马六甲苏丹洋茶不干净啊！你知道吗？还有那个当年呢，他们从中国来的时候啊，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这样子，外国的朋友听到之后这样说呀，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印度人怎么样啊？他们是怎么样子来到马来西亚的啊？你是不是不会回答？印度人可能是东方郑和的传来的。是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印度人会来到马来西亚呢？难道印度人也跟华人一样有下南洋的历史？那个背景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路径呢？那其实呢，印度呢跟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几个世纪的哦。对，印度人的历史要么不追，一追就要追到公元前。今天呢，我们 Highlight 呢就要一次过跟大家讲清楚马来西亚印度人的迁移史。说真，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对于印度同胞的了解真的是太少了。希望看了这支影片之后呢，大家可以认识多一点哦。其实呢，古印度的史诗啊，《罗摩衍那》呢就已经有提过东南亚了。这本书呢，还将这里呢描述为黄金之地。为什么叫做黄金之地？基本上字面上的意思呢，也都不需要多解释了就是很多的资源呐。而且呢，东南亚有很多地方的这个出土文物、碑文都带有印度风格和印度文字，甚至呢有印度人的商业社区哦。这几年呢，考古专家还发现印度人在马来亚最早的这一个贸易据点或者是定居点，或许就在吉打的南部和槟城的威省。因为吉打沿海的这个港口和槟城的入海口，自6世纪以来呢，就是印度商人的主要贸易港口。他们普遍呢都定居在河谷一带，像是近年在吉打出土的这个 Bujang Valley 就是最好的考古证据了。甚至呢还有一个说法是其实吉打的名字 Kedah 是源自于淡米尔语的 Kadaramo 意思就是印度人经营的商店。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说法呢还有待专家的继续挖掘和考证啦。不过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古印度有很多印度商人或者是传教士过来发展，他们大多是为了贸易才来到这里的。那当然人都来了，自然他们也会带着自己的文化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候的马来亚出现很多印度化的王国，比如兰卡苏卡还有卡塔哈等等。这些王国的仪式还有制度呢，都有满满印度文化的影子哦。好，时间快转到15世纪的马六甲苏丹国。当时候的马六甲呢，已经是区域内呢最强大还有最重要的贸易据点了。所以呢，闻到商机的这个印度商人就涌入了这个马六甲，进行香料、金属还有各种商品的贸易活动。那当然有外国人来嘛，自然就会有外国人跟当地人谈恋爱、结婚生子的这一种 story 咯。那有一些印度商人呢来了马六甲之后呢，就决定不走啦，他们就在这里做生意、结婚、定居，形成了马六甲独有的 Chetty 文化。那你是不是很好奇呢？马来西亚到底有几种印度人嘞？那这一集我们就不谈，因为我们前2集已经有分享过的。如果你很想要知道、想要了解的话呢，赶快去找来看。好，这个时期的印度人呢，除了定居在马六甲呢，还有一些是去了更北部的吉打还有槟城，他们都是来自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穆斯林，简称出利亚。去过槟城玩的朋友是不是有听过有一条街叫做出利亚 Street 嘞？没有错，就是这个出利亚啦。出利亚来到槟城呢，也开启了印度人迁移的第3波，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波英殖民时代。基本上呢，前面2波呢都是非常小规模的迁移，一直到1786年，英国人 Francis Light 来到槟城之后呢，印度人的迁移才开始出现了关键的变化。因为槟城的开户是马来西亚被英国殖民的开端，也是高达95%的印度人迁移马来亚的开始。Francis Light 开始发展槟城之后呢，就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出利亚过来工作和定居。他们大多是从事船工、小贩和农民的职业。
当时候的槟城呢，跟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港口还有定期的航班哦。虽然呢有很多出利亚呢存够了钱之后，都还是会选择回去他们的老家。不过呢，就像是在马六甲，也有一些人呢是选择留下来跟当地的马来人结婚生子的。他们混血的后代呢，就是槟城和新加坡独有的 Jawi Peranakan， 这是类似华人跟马来人混血的 Peranakan 啦。不过呢，初期的印度人数量依然是没有太多的，直到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马来亚的印度人呢才开始暴涨。那我知道呢，你一定会很想要问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在西边，马来亚在东边，印度夹在中间，这三者到底是有什么拉郎嘞？那你想不到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不是殖民者，你是被殖民的 ，OK？ 西边的这个英国呢，从人手生产进化到机器生产，所以英国需要的原物料就突然暴增，而这些原物料又要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最东边的殖民地来咯。于是马来亚的农业和矿业也开始蓬勃发展。但是呢，马来亚要大量生产原物料，就需要非常多的这个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又要从哪里来呢？就从中间的印度来咯。那这就是殖民者的 supply chain 啦，懂了没有？本来呢，英殖民政府呢是会固定把印度的罪犯呢流放到马来亚当劳工的，但是呢，当地的居民强烈抗议这种做法，而且呢，英国又废除了奴隶制度嘛，那结果呢就雪上加霜咯，马来亚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劳力短缺的问题。那英国人总不能够眼睁睁看到钱就在前面却不去赚吧，对不对？于是呢，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直接去印度招募工人。英殖民政府呢，为了要吸引印度人来到马来亚工作，他们就跟商人呢，在南印度的这个报纸呢，就刊登广告，推销马来亚，就说这里呢是机会丰富之地。宣传单上面呢还会写着马来亚的圆丘里面会有很多的 facilities， 当地呢还会卖很便宜的椰花酒现在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 racist 啦哈，但是因为呢英国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 sell 马来亚给印度人，恰巧那个时候的印度呢也经济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有很多印度人就决定过来这一片机会之地呢保啦。但是呢广告终究是广告，现实还是残酷的，怎么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猪仔的故事呢？当时的这个印度人就透过了这个契约劳工的这个制度呢，就是来到了马来亚。虽然呢制度听起来好像很文明但是呢实际上呢是跟奴隶没有什么两样的。因为呢有很多印度人是不会英文的，所以呢有很多是被诱骗过来的。他们一旦签了为期5年的契约，就没有更改的权利。那他们来到马来亚之后呢，就只能在工作的有限范围之内活动，居住环境恶劣就算了，也没有医疗服务，而且呢业主呢还会在契约的期限之内呢想尽办法的用尽他们。那薪水超低，工时超长，所以呢他们的体力呢几乎都是很难负荷的。也因为这样子呢，印度劳工生病或者是感染疾病就是比如说是疟疾霍乱肺痨就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很常发生。那虽然呢英殖民政府呢就想要尝试文明一点的去管理这个制度比如说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在法官面前宣布他们是自愿迁移来马来亚的。但是呢当时的制度呢基本上是给人滥用的啦，完全是起不了作用。有很多人甚至是包括了女性都被诱拐或者是绑架来到马来亚，有一些呢还不幸成为了性工作者。幸好呢这个跟奴隶几乎没有两样的制度呢最后被废除了。那至于另外一个比较有人性的制度呢，是公俄尼招募制。公俄尼呢就是大米尔文公投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那些本来在马来亚工作的印度工头，他会帮雇主呢回到去印度的乡下揪一些亲朋戚友呢过来工作，顺便呢赚一点点的 commission。那这个制度呢比较好的地方是呢，因为大家都是相熟的人嘛，所以呢待遇会比较好，也比较不会受骗。有一些人呢还会在村里面呢举行欢送会，甚至呢会携家带眷呢一起来到马来亚生活。但是呢还是要提醒这个制度依然是有缺失的。不过呢也有一些人呢是用自由劳工的这个身份呢迁移到马来亚的。所谓自由呢就是没有官方或者是单位协助，自己选择来马来亚打拼的印度人。那怎么听起来那个年代的出入境好像是蛮自由蛮方便这样的不用 visa 就可以这样子 approve 了啦。有没有人知道当年马来亚的这个出入境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吗？留言交流一下，帮我们补充一下。
无论如何，印度人的大迁移呢，在20世纪的30年代以前就达到了巅峰。之后呢，因为经济大萧条嘛，劳工需求就暴跌，而且呢，印度政府呢也开始禁止协助劳工移民，印度人迁移马来亚的这个趋势才开始慢慢的往下走下坡。那虽然呢，我们前面一大段呢都是在说印度劳工啦，不过呢，其实迁移的印度人当中呢，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专业人士或者是生意人哦。这是因为啊，当时候的马来亚缺乏精通英语的人，殖民政府呢也不太培训人才，更不要说是懂得盖房子或者是盖铁路的专业人士了。因此，马来亚索性呢从也是英殖民的印度引进了相关的人才，比如说是公务员啦、军人啦、警察啦、工程师啦、药剂师啦、医生等等。那这些印度白领呢也会携家带眷一起过来马来亚定居的哦。听完了这些啊，你是不是现在才意识到哦，原来印度人的贡献这么大的啊？平时真的是很少留意他们，是不是？我真的觉得在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呢，存在感真的很低，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困在华人同温层里面。其实啊，就是因为当年呢有印度劳工付出的这个努力和血汗，印度专业人士所奉献的知识，印度公务员所带来的行政管理，马来西亚才得以为之后的独立建国打下非常强大又稳固的这个基础。听到这里，会不会想要更加的了解印度人呢？那我们highlight的荧光笔呢，还有其他关于印度人的主题，赶快去找来看看吧。我是莹莹，我们highlight的荧光笔工作室呢，是每个礼拜3跟礼拜6都会上影片的。当然，这一些管道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长影片啊、短影片啊，还有一些互动啊，赶快去 follow 起来。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